说到失眠，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偶尔失眠还感觉没什么，但如果长期失眠，就会感觉身心疲惫，对健康也不利。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对缓解失眠有帮助。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就是睡觉前用艾草泡脚。艾草呢是常见的一种植物，通常在路边随处可见。艾草的药用价值也很高，具有驱寒祛湿、通经活络、养心安神、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睡觉前用艾草煮水10分钟，然后再进行泡脚，不仅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失眠，还能够去除体内湿气，对缓解手脚冰凉也有一定帮助。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呢，要记住不能够过分的焦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还有晚上不要做剧烈运动，少玩手机，也可以常喝点玫瑰花茶。玫瑰花有疏肝解郁、平复心情的功效，对缓解失眠也有。说如果家里的水管不注意清洁的话，是不是就被垃圾杂质啥的堵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还会生锈？其实我们的血管呢，就跟家里的水管似的，如果堵了，那对健康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呀。今天木子呢要教大家的就是可以养血管的动作，来跟我一起做吧。像我似的这样站好，然后把左脚抬起来，让右脚和右腿支撑身体，这样呢坚持一会儿。那手呢你就随便怎么放都行。再把右脚抬起来，这样天天的做5到10分钟。说白了就是单脚站立。那这个动作呢，可以让血液循环的更快，能养护血管，让血管慢慢的更健康。血管健康了，到时候血栓都不敢来打扰你了。你们看看简单不？学不会我也没办法。到血栓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血栓通俗点说就是血块。血管哪里出现血栓，哪里就会堵塞，给身体造成伤害。所以平时呢要多注意清血管，防血栓。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平躺在床上或者垫子上，双腿自然伸直，双手叠放在腹部，然后用力的勾脚尖儿，坚持10秒，再用力的绷脚背，也是坚持10秒，这样勾一下绷一下，每天反复的做5分钟。大家做的时候要做到最大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踝关节，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对清理血管、预防血栓有很大帮助。除此之外，大家呢还可以配合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比如玉米山楂坚果类等，对血管健康都有帮助。高血糖对身体都有很大危害，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控制好血糖。通常降血糖我们都是通过药物，其实在农村有种降糖树，用几片叶子泡水喝，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这种降糖树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植物，有很强的药用价值，原产于澳洲，不过现在农村也有人种植。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帮助调节机体胰岛素功能的恢复，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大家可以用它的叶子泡水喝，能够帮助调节血糖。除此之外，这种植物对血压高、血脂高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大家可以用它试一试，对血糖平稳有帮助。不过想要降血糖，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锻炼，控制好体重，饮食也要特别注意，少吃含糖的食物。最重要的是按时吃降糖药，这样才能保证好身体的健康，预防并发症的出现。高不高，不妨看看脚，若没有2种变化，说明血糖还算平稳。第一，脚步反应变迟钝。如果体内血糖高了，神经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若是脚部神经出现问题，那么就可能会有脚部反应迟钝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变化。第二，脚部无缘无故发麻。双脚处于我们血液循环的末端，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影响血液循环，这样就可能会有脚部发麻的情况。若你双脚总是无缘无故的发麻，就要小心了。那上面的这2种变化你都没有的话，说明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哦。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啥吃的都有，但俗话说病从口入，不好的饮食习惯使得很多人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那怎么判断自己血糖高不高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若没有3个变化，血糖还算稳定。1、手部异常红肿。如果体内血糖过高，会影响身体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变慢，双手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血液和氧气，就可能会出现红肿。2、
手指异常发麻。大家都知道，如果手指被压到了，可能会发麻。但如果无缘无故发麻，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所引起的手指发麻。3. 手指伤口不爱愈合。血糖高容易引起血管病变，身体免疫力下降，那这样就可能会出现手指伤口不爱愈合的情况。所以大家都知道，血糖高的人应该少吃甜食，但生活中有一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没有甜味儿，却是含糖大户，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第一种膨化食品，虽然膨化食品添加的糖类物质比较少，但是含有的淀粉很多。淀粉在体内会被分解成麦芽糖，而且能够快速的被人体吸收，这样就容易引起血糖升高，并且膨化食品热量比较高，吃多了容易发胖，也不利于血糖稳定。第二种山楂，山楂吃起来比较酸，但是却含有很高的糖分，尤其一些山楂制品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这样糖分就更高了，如果吃了也会使血糖升高。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那就是苦荞。苦荞属于粗粮，并且营养丰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物质，能够加速糖类代谢，刺激胰岛细胞活动。经常用它泡水喝，有助控制血糖。血糖高的人，3种主食尽量少碰，若不当回事，血糖想降下来都难。第一种，煮烂的白粥。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白粥，因为在煮粥的过程中会将大米中的淀粉分解成碳水化合物，这样很容易被人体吸收，不利于血糖稳定。第二种，面包。现在大部分面包里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分，如果经常吃也容易使血糖升高，所以尽量不要吃。如果想吃，可以选择全麦面包，不过也不可吃多哦。第3种，糯米。糯米很黏，不容易消化，而且糯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如果吃多了也会使血糖升高，所以尽量也少碰为好。你这总说这表现那表现的，那血糖高的人有啥表现啊？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说2个血糖高饭后会有的表现。第一个，饭后还容易饿。血糖高的人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所以饿的速度很快，刚吃完饭不一会儿也会感觉到饿。第二个，饭后总想喝水，因为血糖过高容易导致身体缺少水分，所以吃完饭后总感觉口渴难耐，总是想喝水。那如果你没有出现这2种情况，或许血糖还算平稳哦，不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多加注意才。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还有太油腻的食物，还有下面的这2种蔬菜，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第一个要少吃菱角，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很容易转化成葡萄糖，刺激血糖升高，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第二个要少吃莲藕，莲藕也含有大量的淀粉，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所以血糖高的人要少吃菱角和莲藕。你们记住了吗？高的人若出现3种情况，小心并发症找上你。表现1，皮肤瘙痒和干燥。血糖高的人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表现2，视力下降。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如果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最好及时检查一下，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表现3，腿脚发凉。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要小心是糖尿病足，建议大家检查一下。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要提高警惕了。那想要控制好血糖，日常做好2件事。第一，改变饮食。平时保证3餐规律，营养均衡，最好少食多餐，不能吃得过饱，尽量不要偏食，这样有助血糖稳定。第二，适当运动，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最好是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广场舞、太极拳等。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